我叫张通道，我是个教书匠，业余拍片，拍了一个电影叫《00后》，从2006年一直拍到2018年，大约拍了18个孩子，从幼儿园4岁5岁，一直到上大学。2006年的夏天，我的儿子当时4岁，我让他去洗手，我说烫，我说不烫嘛，他就非常严肃地看着我，那是你的感觉，我觉得烫，是这个话就触动了我。他说这个话是我不敢对我的爸爸讲的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我们这新的一代人是什么样。两个孩子的故事是这里头最完整、最曲折的。你们打成肉泥！假如在那个幼儿园有一群男孩，你看不到迟一阳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总是领头，一会儿挖地道，一会儿上树，一会儿唱国歌。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！你想无视柔柔也是非常难以办到的一件事，他不愿意顺从其他孩子在做的游戏，就被排除在群体之外。站在山丘上，一个人开始作诗。我要呼吸一下风景。脚下还有新风景，风景，新大风景。当时看到这段都把我给震撼了。新大风景，这是我最好的一个风景哦。只想把幼儿园拍了就好了。10年，我拍的最小的孩子要上小学了，我就特别好奇，我们店前又开始拍了。结果拍小学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心理打击。那么有个性、那么快乐的孩子，一进入小学，整体遭遇了一场冰风暴。最有男性力量的孩子王迟一阳，每天都是愁眉苦脸，总是做不完作业，总是挨批，天天挨批。是不是小芒果过关了？哪出问题了？他是个坏孩子吗？我想想，因为我们的评价标准就剩一条了，就是考试。除了考试，一切都不算数。同样，柔柔也陷入了烦恼中。柔柔是一个有艺术天才的孩子，唱歌、跳舞、画画，但是他数学不好。玩4哦4900。哦，1600。什么也不会写，要是有人让我5分钟就写完了。所以当时我是非常的痛苦，一直在期待他生命中有个转机。我不喜欢学习，不复习的话，考试怎么办？一天我会重新抢过来的。我觉得我第一次接触橄榄球的时候，其实我有被震撼的感觉，就是果然，当他遇到橄榄球的时候，那个自信的迟一阳回来了。那是一场国际橄榄球青年赛，迟一阳呢就有幸被选入了国家队。我们拍他5岁唱国歌的时候，再也没想到10年之后又能拍到他唱国歌的场面，而且是代表国家队穿着带国旗的服装。你看那张脸是不是已经很严肃、很成熟？这个孩子身上那个燃烧的心始终没有熄灭，他只是在某一段时间丧失了光芒。他后来去美国读高中了，他想打进世界级的 NFL。00后的父母主要是70后和80后，都是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代，所以他们才格外为教育焦灼。他不会让孩子随大流，别人上什么我就上什么。你希望孩子将长大的是什么样子？因为咱们要以终为始嘛。你现在你想好他将来什么样子，然后你再决定跟他受什么样的教育，走什么样的路。爸爸妈妈为了保护他，就没有选走参加高考这条路，所以他就选择了出去读书。柔柔去了这5门都拿了 A， 学霸，关键他还教美国人数学。但是柔柔遇到了 social 的问题，连着遭遇了3个家庭要求他搬出去，这个对柔柔的伤害也很大。因为妈妈拍了几张厕所卫生间的照片发给我，她说你们垃圾堆了这么多，完了以后你们厕所这么肮脏，她说你有巨大的人品问题，她说她今天 she has to get out tonight。春节后，我又去拍了他高中的最后一段生活，那是他住的第4个家庭，真是亲如一家人。不断在反省自己，地球不是绕着你转的，你要去想别人。有反省能力就是成熟的标志。他今年拿到了10个大学的 offer， 他选择教育学，将来去帮助更多的孩子。
2000年之后是改革开放成果集中呈现的一段时间。这个时候出生的孩子，他没住过那个特别憋着、特别小的那种房子，他生下来就有车坐，他7、8岁就环游世界。在我看来，一代比一代强。00后明显更加个性化了。老师一个人玩。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。他没有对物质的极度要求，因为他不缺乏。我为什么非要去发财当官呢？我打球行吗？我下棋行吗？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争着当官，不再争着挣钱，就是发达国家了。我看到了这个苗头。就这批孩子长大，当他在代表中国跟世界去打交道的时候，他是自信的。我并不认为一定要考到北大清华才是成功的。一个把多数人都归结成失败者的理论，你认为它是对的吗？我就是个平庸人，凭什么不能接受孩子平庸？身体和心理健康，这是第一位的。在中国，几乎所有的年轻父母都对孩子充满焦虑。我现在通过12年的垂直跟踪，哪些力量施加在他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？将来有1个家庭、10个家庭、100个家庭受了这部影片的启发，从而孩子生长得更健康，家庭更和谐。我认为我这个电影就达到了目的。好